We can take this ride wherever it goes. As long as you're with me, I feel at home. Can you tell me why? 'Cause I wanna know. As long as you're with me. 来哦，今天来开个箱哈，这个是大刀盘的手磨85刀盘的轨刀哦。通常这个做成电动的大概要这么大一台，你知道吗？它做手摇就这么大。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不好？这边有一个吹球覆盖子啊，反杯，屁股圆圆的，还有本体，这应该是拿出来反过来装，这样子。哦，反杯，哦。组合一下，如果没有用这个吹球，应该里面是放个15克差不多吧。刻度调整在这，这台应该是拿来做手冲比较适合啊。手冲大概是3到4之间，这样3.5吗？材料蛮好的哈。那我们磨的时候呢，手放前面这样子。这个肖先生就做这台磨豆机的嘛。这个肖先生他们是本来是做轮椅的配件的，所以你看他用的那个轴承都超好的，这边这么粗一个。一般我们手磨最怕就中轴晃动嘛，然后你颗粒就不稳了。一般手磨大概是这么粗，中轴啊。然后由于它又短，对不对？它不会晃动问题不会那么大，转起来蛮滑顺的哈。好，这本来是他自己喜欢嘛哈，做来玩的，好像发现效果不错这样。做轮椅的配件应该是蛮厉害的哦。它不会那个轴承这样，如果晃来晃去，它轮椅怎么推啊？对吧？我们直接做个浅焙来试试看，好不好？因为它大刀盘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磨起来很耗力哦。悍马修村伊索比亚的，30克。我很好奇耶，它磨起来手感到底怎样？然后残粉会不会很多？待会我们拆刀盘来看好了。好，先磨。哦，浅焙的。哦，我觉得磨的时候就闻到那个香味了。哦，它这如果浅焙。你用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刀盘够大的话，它不一定要转整圈吧。其实我觉得效率还不错，大刀盘嘛。然后你说吃力吗？好像也不会很吃力。磨完了。磨出来是这样。我们先拆开来看看好不好？看一下它那个85刀到底长怎样，好吗？然后它这全部都是铝合金的哦。大刀盘，手磨大刀盘。你这样看是不是没有什么感觉它大？我们拿那个，这是 Kino 的刀盘，我们拿来比对一下好了。哇，它这培林用那么大，这一般手磨的培林啊，这么小。看它这个，哇，巨大版，豆子就经过这个引导的进来嘛，然后就磨嘛。对，轨道通常风味都不错，但我们喝了才知道，对不对？很期待哈，不知道它味道会怎么样。
手磨为什么比电磨有趣呢？就是手磨的时候那个过程有人就可以闻到香味啊什么的，你觉得这只豆子大概是怎么样，心里就有个底，对不对？喝喝看，希望它味道很厉害。哇，这个状态感觉，它烹起来那个感觉就是它的粉的那个颗粒蛮均匀的。我们一只 Kino 多少钱？1万块上下。对，那你猜这台要多少钱？这么大，小这么大。这个其实本来要做给自己用的所以我看它好像材料什么都没有在省的。所以你觉得要多少钱呢？1万块以内，买不买？如果它味道很好的话，当然我们看冲完的粉。看它会不会浮很多细粉上来，如果不会的话，应该就味道会不错，我猜啦喝了才知道，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细粉浮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它应该都是颗粒都还蛮均匀的如果很多细粉浮在这边，那个刀可能就比较适合意式啊，那种味道比较厚重。好。味道很可爱很干净然后呢，甜味很好然后 body 感觉会有重量，但是它不是那种让你很沉重那种，蛮好喝的厉害不知道它做生培效果怎么样组合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它的插销在这煮的时候要注意插销一定要有，然后对准然后穿过去好，锁的时候我们两边一起锁紧要不然它刀盘像斜斜的这样烤不太对吧？这个生培当然是用我们这个骨溜配方嘛，今年度的。不知道生培磨起来手感怎么样生培就顺很多嘛，对不对？轻松，生培轻松了，你可以左右。它这样就进去了。哇塞！哇！味道会不会跟浅培一样表现那么好呢？好奇感觉也是，首先没有什么太多的静电，对不对？然后细粉量感觉也很少。生培是否一样那么顺？你是戳动派还是不戳动派？其实没差。哇，一样有没有？哇塞，刻度均匀就是厉害。大刀盘果然强。哇，棒！有没有？我靠，好开心啊！粉烹的好漂亮待会我们喝一下然后有缺点讨论一下。它没有很多什么细粉浮起来然后塞住表面那种状态，所以它味道我猜应该也是跟浅培一样，相当属于很干净的那一种。好奥妙，它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它跟那个，比如说小富士鬼刀表现不太一样甜味特别可爱。
而且香味我觉得提升蛮多的哦，这口味表现真的很棒哎。按照惯例啊，先讲缺点，再讲优点。缺点呢，个人喜好哈，我不太喜欢这个吹球。当然它有它的效果啦哈，对不对？你磨完可以，可是呢，这个材料我不喜欢，因为它其实太会沾粉了，然后真的弄不掉，看起来就脏脏的，我不喜欢。这个不应该叫吹球，这叫吹气舱，对不对啊？气舱。所以为什么不直接这边做高一点呢？然后一次也可以放比较多分量，要不然它这个比较短的话，大概只能放15颗上下。所以应该做个大概可以放30克的豆仓，可能会整体性看起来更好看一点，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是操作上面哈，由于它这边是平滑的，不太好固定，然后因为它这间距其实蛮近的，对吧？啊，蛮近的。如果说假设哈，这边有一块把手，会不会好一点？好。然后还有一个缺点是非战之罪啦，因为它是手动嘛，对不对哈？所以你磨浅培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需要用一点力气，但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需要用力哦。到时候我放到店里，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试试看。缺点大概就是这样啊。优点啊，优点来了，材料非常的实在啊，这个全部都是铝合金的。你看它轴承那么粗，培林用的非常好。我们最害怕那个磨豆机是这样哈，就是它在磨的时候啊，咖啡粉这样进来，然后它再这样摆动，对不对？最怕的是这个。如果它短，然后又粗，然后培林又大，然后两个培林之间的精度又够的话，它可以很稳定这样。所以它为什么它出来的粉会这么的平均度这么好？我觉得这是优点哦。最大优点，味道很好。这个味道真的是你要体验才知道啊！它味道是有厚度，但是是很干净，然后很平顺这样推进来，然后香气很浓郁哦，是浓郁那一种，不是轻轻飘扬，不是哦，浓厚的香味，然后口感甜味很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店里体验一下。然后再来呢，优点我觉得不是太贵。大概9000块上下，你一支西式饮料1万多嘛 ，Kinu 1万多，那这个85大刀盘轨刀风味表现那么好，9000块，大概是这样啊。我觉得最大优点是味道好喝，最大的缺点是你要有一个地方让我们 hold 住吧，对不对啊？这样，感谢这个嘉义的肖老板拿这一台85轨刀的手磨让我们用。我很喜欢的哈，味道很好。今天影片到这边啊，希望你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台湾人真的太厉害了，就是喜欢咖啡，然后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道具，有没有？